史上最强马甲登场，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 剧场版设定先行解说。机体型号 ZGMFMM07 魔蟹是阿斯兰在进行秘密调查活动时使用的机体，跟阿斯兰之前普遍使用的高达型机体相比，其外形看上去就像是水下专用的作战机型，大部分特征都与扎夫特服役的量产机型高度相似。虽然目前仅披露了魔蟹这一型机体来源于终端机组织这一信息，但可以通过型号和终端机组织的来历进行判断，能够猜测魔蟹的研发历程与大魔骑兵相类似，都是在第二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时期，通过扎夫特内部的克莱因派协助获得的技术资料，然后按终端机组织的需求，对已获得的机体技术进行了有限的改进。这里顺便一提，当时的终端机组织内部除了负责情报信息工作的人员之外，还有一批来自不同国家阵营的技术人员和工程人员，所以终端机组织以这些人员为基础，在一个小行星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秘密工厂。不过生产制造能力较为弱小，光改进大魔骑兵就花费了不少的时间。直到扎夫特攻打奥布时，仅有3架型号为 ZGMFMM09T 的大魔骑兵投入使用，但是一投入战场就发挥了强大的战斗能力，很顺利地帮助奥布扭转了战场形势，成功打退扎夫特，取得了这场保卫战的胜利。可见终端机组织的技术能力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，而这个魔蟹同样应该也是扎夫特研发的下一代量产型机动战士。由于机体在整体外形上设计的比较圆滑，看上去比较符合流体力学的设计要求，所以魔蟹一开始应该是主要在水下作战的机型，但终端机组织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对这个魔蟹进行了更改，所以这个魔蟹应该跟扎夫特最初的设计存在差异。而这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差别，那就是可以装备空战背包，具备在大气层中飞行的能力，相应配备的武装也不完全是水下使用的类型。这里面的主要攻击手段主要是来自头部的导弹发射装置，这个与格恩装备的发射装置比较类似，应该可以装备鱼雷在水下使用，若要进行登陆作战时，也能改用火箭弹或者导弹用于攻击地面目标。2个手臂上还带有光束炮，威力大概等同于机动战士普遍装备的制式光束步枪，而手腕上突出的3根利爪是近战用的装备，据说带有电热效果，可以有效破坏 PS 装甲，威力上应该能等同于光束剑。剩下的就是2个粗壮的手臂上附带有实体盾牌，防御水平同样也是制式装备的水平，性能不及带有光盾发生器的盾牌。然后需要特别一提的是，这架魔蟹其实并不是新造的机体，而是终端机组织为了满足某种需求特别开发制造的机型。提出这样一个需求的人正是阿斯兰·萨拉，为了方便他进行暗中调查，避免自己驾驶的高达过于吸引别人目光，于是将无限正义高达2世改装成了魔蟹机体的模样。可以看到，魔蟹头部露出的光电天线与无限正义高达2世的光电天线出奇的一致，虽然或多或少影响了机体的机动性能，但短时间内不太会遭遇到麻烦的对手要进行特别激烈的战斗，足够应付调查行动展开后遇到的各种情况。遇到紧急情况时，可以通过爆破的方式短时间内卸掉魔蟹的部件，直接以无限正义高达2世进行作战。而且这个伪装做得十分的巧妙，让机体背后保留了原先无限正义高达2世的接口，所以前面提到魔蟹可以使用的飞行背包，就是通过使用无限正义高达2世的接口实现的。所以当基拉驾驶的飞升自由高达被黑骑士团重创陷入危机的时候，阿斯兰驾驶的魔蟹才能及时赶到战场介入这场战斗，然后通过导弹加光束的一顿攻击输出，终于抓住机会将基拉拯救了出来。需要特别一提的是，Campus 组织成员的阿格尼斯在这场战斗中突然跳反，差一点给予了基拉致命一击。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解释阿斯兰进行调查相关的一些谜团。自弥赛亚战役结束以后，为维护战后世界秩序，奥布、地球联合加上 Plant 共3家势力，创建了世界维和观察组织 Campus。可以看到新成立的组织里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原3件同盟扎夫特和终端机组织的人员，地球联合则因为内部反对声音太大，不好直接参与。在这个背景之下，原来使用的核能高达机体不好代表 Campus 组织继续使用，于是将强袭自由高达和无限正义高达送往奥布封存，而这部分信息没有在剧中体现。依据机动战士高达Seed Freedom 官方小说提供的部分信息来看，高达机体的运输任务交给了大天使号负责，但在途中遭到了恐怖袭击事件，然后有人利用混乱局面夺取了强袭自由高达，而这个人就是阿格尼斯的男友 Leonardo。
据说他受 Foundation 王国首相奥菲拉姆塔奥指使，参与了这场抢夺高达事件，然后在拿到强袭自由高达数据资料以后 ，Foundation 王国黑骑士团的机体上演了击落强袭自由高达的一幕。之后，大天使号回收了强袭自由高达，送回奥部后，经过调整改进，使其恢复到正常使用的状态。接着，奥部与扎夫特共同开发了飞升自由高达和不朽正义高达，拿来作为代替的机型提供给 Compass 组织使用。在官方特点小说《月光的女武神》当中，就提及了这两架机体完成开发以后的部分信息。据说这两架机体由伊扎克负责提供给 Compass 组织，而执行运送的任务则交给了阿格尼斯和她的男友 Leonardo。在完成交付以后，阿格尼斯留在了 Compass 组织，而她的男友在交付完机体后去向不明。由于 Leonardo 的身份和来历至今不详，考虑到前面还参与了抢夺强袭自由高达的事件，如果不是与阿格尼斯一样来自扎夫特的话，这两架机体是不太可能让跟 Compass 组织和扎夫特关系不大的人员负责运送，所以也有说法提出驾驶另一架机体的也有可能是阿斯兰。在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，阿斯兰仍在终端机没有选择进入 Compass 组织，而相关的具体原因不详，有可能是对加入 Compass 组织持有谨慎的态度，特别是在强袭自由高达发生抢夺事件以后，阿斯兰就更需要在隐秘的地方开展调查工作。这个时候，奥部也完成了型号为 ZGMFX191M2 的无限正义高达2式的开发工作。从型号可以看出，这架无限正义高达2式应该是使用了常规动力的机型，不像强袭自由高达2式是否保留核动力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。另一方面，这架无限正义高达2式很有可能是奥部新造的机体，对比原来的无限正义高达，外形看上去虽然比较相似，但在外形上存在很多差异，给人的感觉无限正义高达2式就像是高仿的机体。这其中比较明显的差异是头部的光电天线，无限正义高达2式上的光电天线要更长，而且还内置了一把光束剑，可以在接近战时对敌突击使用。接着就是腰部裙甲的喷口位置挪到了上方，并相应优化了裙甲的外形，包括对腿部整体外形和结构比例也进行了优化。膝盖位置的关节结构有进行改动，增加了左右方向的滚轴，配合新增的 SID 动作系统，可以使出更多种战术动作，发挥脚刃的威力。另一个就是肩膀位置的部件增加了喷口，外面包裹的一层部件在外形上也有所变化，同时这个位置还新增了光束回旋镖，但具体型号不详，应该与命运高达使用的差异不大，除了可以投掷攻击之外，也能手持当光束刃使用。剩余的机体上装备的武器应该没有什么变化，包括光束步枪、2把光束剑、脚刃和带有光束回旋镖的实体盾牌。实体盾牌同样带有光盾发生器来加强防御能力。如果无限正义高达2式确定使用的是常规动力，那这些武器的出力可能要调整成比核能机体使用的要弱一些。剩下的武装还有头部的2门近防机炮，口径应该跟无限正义高达的 17.5 毫米一样。另一个差异化最大的地方则来自背包，跟原来使用的幻影01背包相比，除了主要攻击火力2门光束炮之外，还搭配有光束刃和实弹等多种攻击方式，但模式上与幻影01背包有差异。同样的地方是在4个机翼也都会输出光束刃，每个机翼可以脱离背包像飞刀一样单独攻击对方。不得不说，这持有的光束刃数量又再次得到突破，算上机体带的光束刀加上光束回旋镖，无限正义高达2式总共有12个地方能够输出光束刃，同时4个机翼的翼尖这个位置还各设有1门光束炮，用于进行远距离的射击，还有2个火箭弹发射槽，这个在魔蟹上时就已经展示过，主要用来增加打击面，加强火力输出。除了这个背包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附加装备组件，这个装备就是型号为 MXX18P 的 Cavalier Ifrit 装备组件。这一型装备直接参照了1987年上映的机甲战记威龙里的装备，使用方式与近段高达的背包一样，都是套在头上来发挥外加组件的功能。这个组件的武装配置与机甲威龙基本一致，主要火力均是2门加农炮，该炮具体型号目前不详，但应该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输出，对应都配有观瞄设备进行辅助，来方便进行远距离的火力精确打击。然后顶部则多了1门双管炮台，定位上相当于是副炮，火力上比2门加农炮要弱，
可能是用于承担近距离的防卫射击使用，而两侧位置的部件猜测是导弹发射装置，用来加强火力输出，以便对敌进行饱和攻击。同时，在这2个部件周围还有4片延伸出来的板块，作用相当于防弹钢板，用来增加防护覆盖面积。需要一提的是，该组件可搭载一名驾驶员，根据作战需要来选择是否作为独立作战单元使用。同时，这个装备组件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可以远距离操纵机体或背包进行战斗。遥控的机制暂未公开，有可能是基于龙骑兵系统上发展而来的远程控制系统。露娜的妹妹美玲就负责驾驶了这个 Cavalier Ifrit 装备组件，在阿斯兰与黑骑士团的修拉塞尔彭坦的一场战斗中，与卡加利驾驶的强袭嫣红高达进行组合，来发挥远距离的操纵功能，很好的支援了无限正义高达2世的战斗，成功破解对方的特殊能力，拿下了胜利。最后还需要补充的是，在官方特点小说《两人的逃避之旅》里，专门提到了阿斯兰与卡加利在孤岛上第一次相遇的一幕。那个从卡加利衣服掉落出来的小螃蟹，不排除有暗示魔蝎这个机体其实是阿斯兰自己的创造。另一方面，在这场 Compass 组织遭遇的危机里，阿斯兰的风光说不定已经超越了基拉，成就他在 CE 里最强的男人的存在。